如果要提到当下1:6的女性人偶啊，一定会聊到的就是 iBarToys。其他竞技犬这个系列啊，也是美女结合着枪械、战术装备，做出了很鲜明的一个特色啊。各位小情儿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今天是继续拆箱新品的摩尔牌布奇，咱们一起带来 iBarToys 推出的一对女人偶——竞技犬阿格尼斯，还有魔女特蕾莎。包装部分这个盒子首先还是比较小巧，外表峰绘的话，颜色做出了很鲜明的区分。前方能看到人物的一个立绘，修女的一个风格。打开的话，内部这个封套上会写明了一个人物的背景啊，细节设定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的话偏2次元，它这个故事背景还是。拆箱啊，拿出这2款，咱们就直接一起看啊。先说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这2款产品都是采用那种比较纤细、高挑的高跟鞋的一个造型，所以说在接地的面积上会比较小。日常摆放或者你想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动作的时候，还需要自己去备一个支架，以免这个人物摔倒摔坏。然后呢，就是这2款产品都采用了直发的头雕，开箱之后还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打理，可以对这个发型进行一些调整啊。我觉得达到一个刚刚好的这个蓬松程度，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2个角色直观去看的话，首先外观形象上就是采用这种战斗修女的一个形式，竞技犬的话就一直这个系列都会有很多的战术风格，这款呢也不例外。在这种黑色修女造型的前提下，会有一个更战术，有点像冲锋衣这种外套啊，比较深的类似于这种军绿色。肩膀部分也有类似于袖章的一个造型，下摆垂下来的更有竞技犬这个 logo。2种风格的搭配呢，其实还比较具有反差感的啊，想法其实蛮独特的。这里如果你把这个领口收紧，拉好，它会更具有那个战术的感觉。打开的话就能露出更多修女这个服装的样子啊。就前胸这里你也可以搭配一个这个金属的十字架。然后魔女的表现呢，实际整体的颜色反而会更加圣洁一些啊。就带着那种圣光、神圣光环那种，它这个服装并非是纯白色，而是带了一点那种金色的发亮的那种调调。腿部也有一个很长很夸张的连通的类似于长靴，非常的紧实和贴身，同样选用那种亮面的材质啊，与其说是魔女，更接近于那种圣女的一个感觉。当然在服装上还是啊修女的元素以外，很多绑带呀、卡扣啊，在这个肩部和前胸小的这个造型设计，包括这个衣角衣襟也有仿照肩章或者 logo 的一个表现啊。内里的话其实是有点接近于开叉旗袍的那种形式啊，这里收的也会比较紧，相对的腿部向2侧的幅度要照比竞技犬这款会小一些。对比而言的话啊，魔女的造型其实会更加柔和，竞技犬的话会更有攻击性。基础的这个想法或者说设定上是相似的，基于修女的这个服装造型结合着一些现代元素，但是呈现出来的效果啊截然不同。不仅仅是色调上啊，它在这个设计上也是各有自己独特的元素。然后呢，2种产品的身形这次都是采用了一个这个自研的包胶塑体不锈钢的钢骨结构，稳定性很可以的啊。我现在目前拿上去简单摆了摆这个造型嘛，它这个稳定程度都不错的。作为这种偏性感风格的美女人偶啊，在同类型产品中，包胶塑体是很占优势。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一体性会很强，服装多数都是比较紧身、比较贴肤的，像腿部这个线条啊、膝盖部分啊，还有前胸以及腹部呢，都会有一个更好的呈现。你要是用关节的话，像它这个丝袜这个膝盖这里啊，一定会看到那个穿帮的结构。再者呢，2颗头雕因为也是长发披肩的这种直发造型，所以呢脖子这个连接处呢也不会轻易看到穿帮，站到这里是很难去看到它的那个关节缝隙。然后就是头部头雕这个面雕部分的设计啊，就iBar的这个女兵人基本上啊都是走那种非写实纯美型的那种啊，金发碧眼，有点那种洋娃娃的感觉啊。
相同部分呢是妆容的刻画上，都是很水润、很明显的、比较厚重那种妆容。直发部分除去颜色以外，造型上也有较大不同。在足够的光线下去看啊，这个发色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就很闪耀。这里有一个难点的话，就是它修女这个头巾的穿戴，收口部分采用这个橡皮筋，尽量拉到最大角度套在人物头顶，不要直接勒得太向下啊，往上提的时候容易把这个发型带乱。后方呢是具备铁丝结构，再自己去捏一点褶子啊，让它自然下垂。不过这个布料本身是带有一定厚度的啊，打理的时候需要有一点耐心。最后是头雕这个可动眼的调整上，直发发壳加面雕的一个组合设计，采用了磁吸结构，直接拆下取下面雕，按照需要调整后方的可动眼就行。当然每次插拔都意味着你需要再对头发进行一定的打理，这里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让这个发丝夹在头雕和脖子的交界处。也因为它是面雕和发壳分离的结构啊，我觉得未来有没有可能在后续的产品或者说单独推出一些可供 DIY 的这个发壳，换一种发型，换一种发色啊。配件部分，手型、握持手、爪的造型啊，人物袖口这里啊，下方是有一个皮筋套在中指上。如果你要对应这种握持手型、手指并拢的造型的时候，就让它自然搭在外面。同时要注意，因为这次的这个指甲尖是做的比较细、比较锐的，替换和摆造型的时候啊，不要让它刮蹭到服装或者说这个人物的皮肤，以免造成刮痕和伤害。然后是各自的武器啊，精密犬是有一把很战术的这个步枪，这把枪可以说可玩性很强啊。表面的这些小的结构，比如说这个弹夹，2个连排快速替换的这种啊，透明的外壳啊，里面这个子弹根根分明的，你也可以给它拆开自由替换。前方榴弹发射器这里啊，也能从一侧推开，再向内部去填充这个弹丸。发射器上端也有折叠的直立标尺，表面也能看到很细致的刻度。尾端枪托可以折叠，上方光学瞄准镜可以自由的拆卸，也可以搭配一个具有弹力的背带，挂在角色的肩膀上。这个枪的玩法是超乎我的想象的啊！上面这些小的结构都可以动一动和扭一扭啊。当然要注意的是，它的这个分件很多，平时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硬掰，轻一点捏，以免造成损伤。像这种黑白配的话，一般都是一个远程一个近战啊。魔女所搭配的就是一杆，这有点像那种虎毛一样的造型啊，当然实际它的这个外观会更具备一些科幻的感觉，看上去质感还是不错的啊，因为真正的这个金属嘛，刃部还是比较尖锐。搭配的时候还是会侧重一种反差感吧啊，因为本身这个人物看上去是比较柔和的甜美那种，这个长枪看上去攻击性还是比较强。不仅仅是这个魔女啊，其实 i8 整个这个女兵人系列，我个人觉得都是对比度很强、很反差的这种设计，都是美女与战术装备、特殊服装的一些搭配和造型。这种设计设定，其实在2次元的一些作品中相对更加常见。这2款产品照比以往的造型来讲，我个人觉得服装设计难度会更大一些，因为它采用了一个这个修女的主基调嘛。在这个基础上，2个角色也要根据自己的定位做出更大的不同。目前看来，一个偏柔和，一个偏战术，搭配到一起还是比较互补。如果你有一定动手能力的话，也可以进一步的 DIY。总而言之，这2款产品其实是一个很男性向的这种产品啊，人物的表现上很美型，服装搭配上呢也很鲜明，武器装备的一些特殊属性，美女和枪械的一种结合，这种搭配还是比较讨巧、比较讨喜的。静谧犬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久的系列啊，到现在的话也确实需要更加鲜明、更加有趣的人物去支撑它整个系列。双人组的这种形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是对手也好，合作也好，冲突和互补都会有不错的一个效果展示。不知道后续的话，这个系列还能给大家带来怎样有趣的人物和形象。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